今天为大家带来锐龙7040HS 系列的评测，想必很多人已经等了非常久。那我也不说废话，直接进入正题。评测前半段依然是产品规格层面的介绍。7040HS 是近几年 AMD 在 APU 上最大的一次改动。首先，工艺上升级为 TSMC 的4纳米工艺，可以预期在能效上有进一步提升。CPU 部分采用了最新的移动版Zen 4，相比于上一代 L2 缓存容量翻倍，支持 AVX512指令集，当然核心频率也是历代最高。GPU 部分采用了 RDNA 3架构，规模上限没有变化，仍然是12 CU，但是提升了频率。VCN 也就是媒体引擎这次得到了升级，成为首款支持 V1 编码的移动处理器，并且改善了编码速度，这个会在后面进行测试。外围部分和上代区别不大，依然支持20条 PCIe 4.0以及2个 USB 4接口，HDMI 支持 2.1 FRL，DP 支持 1.4A。之前传闻的 DP 2.0最终没有出现在 POR 中。Ryzen AI 是 CES 上 AMD 专门进行介绍的部分，独立的 AI 引擎采用 XDNA 架构，但只有一些特定机型能够完整发挥出 XDNA 的效果，这与主板设计有关。此次 Phoenix 拥有3种封装 ：FP7、FP7R2 以及 FP8。FP8 封装支持 MIPI CSI 相机，可以调动 Phoenix One 中的 ISP 单元，同时结合 Ryzen AI 实现图中介绍的人像自动居中、背景模糊等功能。当然 ，FP7 封装的 USB 相机也可以调用这个功能，只不过显示效果会差一些。除此之外 ，Ryzen AI 还有一些其他的，例如节能以及调优相关的功能。但是图中这些功能目前都没有落地，即使是第一个功能，也要依赖后续微软的 Effect Studio 更新才能够支持。这也是为什么 AMD 要在 PPT 中强调 AI 会是一个长期投资，说白了就是一个占未来的功能。至于怎么看自己的机子有没有这把通往未来的钥匙，只需要在设备管理器中看系统设备，如果有 AMD IPU Device， 那就是支持。这里可以看出 AMD 在消费心理学上就不如竞品。Intel 机型，如果你买了一个 King Bay， 或者是未来的 Meteor Lake， 可以直接在任务管理器中看到单独的 VPU 字样，这种用户视角可见，才能让产品价值更好体现出来。内存支持频率方面，此次 FP7R2 封装支持到 DDR5 5600，而 FP7 封装支持到 LPDDR5 6400和 LPDDR5X7500。与以往相同 ，LPDDR5 5X 运行在6400的速度只需要普通的十层板，但如果想要运行在7500，则需要用更贵的 Type-4 主板，也就是俗称的 HDI PCB。不过这一部分的投资是否值得，后面会进行具体的测试。OCA 部分和以往的 H 系列一样，仅 R9 支持 PBO Advanced， 也就是和 HX 系列一样可以调最高频率，以及降压曲线和内存频率相关。其他型号支持 TDC、EDC 以及 TTP 上线的修改。这里 AMD 官网写着 7840HS 也支持降压，这个是错的，以我为准。测试平台这次选择了不少机子，贯穿测试流程的是4台小型 Pro14 2023，分别是 i5-13500H、i7-13700H、R77735HS 和 R77840HS。内存选择了32G LPDDR5 和5X，英特尔机型的内存频率为5200，R7为6400，780HS 的软件版本为 SW101C。首先是传统性能测试，在上一代 R7680H 的单核性能是低于同代 i5 的，作为马甲的 R77735HS 自然也没法实现翻身，但 R77840HS 在单核上带比带提升接近 19%， 不仅超过了 i5， 与 i7 相比差距也不大。多核方面 ，R77840HS 展现出了优异的能耗比，不仅轻松碾压 i5， 甚至稍高于 i7。7zip 在压缩方面 i7 比较占优势，领先其他3款 CPU 很多。解压缩 R77840HS 完成了反超，这一点与之前测试 R77745HX 时相同。图片和视频编辑采用 UL ProSign 进行测试，图片修饰和 P 处理分别侧重 PS 与 LR。R77840HS 延续了从 Zen 3以来在 PS 上的优势，超越了 i7。PR 视频导出方面也和 i7 相差无几，但视频导出总分上相同，并不说明二者实际表现相同。导出项目在子项上分为下划线1和下划线2片段，前者主要依赖 CPU， 后者可以利用 GPU 加速。可以看到，在下划线1项目上 ，AMD 的处理器表现都不理想，但在下划线2项目上 ，AMD 的2款处理器都拥有更低的导出时间，所以 PR 的导出速度与实际工程中采用了哪些视频特效有关。之后是编码性能测试，虽然此次 7840HS 的 VCN 4.0 支持 AV1 编码，但是目前实际相关软件，包含达芬奇剪映之类剪辑软件，以及 Handbrake 之类转码软件，
目前都不支持 AMD 的 AV1 硬件编码加速，所以编码性能只包含 H.264、H.265 测试。测试软件方面，选择了山大 Encoder 5.3，导出6000到12000 kbps 的视频，采用 VMAF 画质评价。从图中可以看到，在 H.264 视频导出质量上，7735HS 到 7840HS 没有任何改善，曲线完全重叠，在所有码率上都劣于 N 卡的 NVENC 和英特尔核显的 QSV， 但 7840HS 在编码速度上有着非常明显的领先。H.265 上 NVENC 依然是全码率范围最优，7840HS 在低码率区间还有些许倒退，不过7735HS 和7840HS 的编码画质都要优于 QSV。编码速度上，7840HS 依然是最快的。除了鸦片之外，直播串流也逐渐被人所关注。OBS Studio Beta 版目前已经支持了 AMD 的 AV1 串流，但是输出现在还不支持，所以将推流地址输进去时会被自动切回 H.264。不过用 SRT 地址推流可以支持 H.265。我前2天自己在 B 站进行了测试，图中 HVC1 说明正在用 H.265 推流。硬件推流的好处就是有更低的系统负担。从功耗角度而言，7840HS 硬件推流只比正常打游戏高出了1瓦，不过帧数不可避免会受到损失。同时，我也用 i7-13700H 进行了串流测试，开启后平均功耗增加了3瓦，帧数也有降低，不过损失幅度比 7840HS 要稍小一些，但是由于底子太差，帧数还是不如 7840HS。既然说到了游戏，那么下面自然就是游戏测试环节。首先是搭配独显示的情况。在 DDR5 内存加4060显卡的条件下 ，R7-7840H 大概有 i7-13700H 95%的性能，这样的表现已经远高于去年同期 R7-680H 和 i7-12700H 的水平。在 1440P 下，由于 GPU 瓶颈加剧，7840H 和 i7 的差距进一步减小。和 i5 的对比，由于找不到4060机子，就只能拿4050了。可以看到，不论是 1080P 还是 1440P 下帧数，都与 i5-1350H 相当。可以说，以往 AMD H45 游戏性能不佳的问题，在这一代得到了非常好的缓解。接下来就是很多人期待的核显环节。首先来看一下内存带宽敏感性。在 TimeSpy 测试中 ，LP5X7500 内存相比于6400，提升幅度仅仅只有 3%。可能会有观众认为是内存控制器的问题，但是从 GPGPU 的测试结果来看，内存带宽还是有着符合频率变化的提升。所以 7840HS 的核显性能在7500频率下的表现和带宽瓶颈关系不大。再看完整的 3D Mark 测试 ，7840HS 相比于 7735HS 提升大约 10%。如果是看7500内存的结果，那直接乘个 1.03 就行。当然，核显跑分是存在注水的，其中英特尔核显的注水程度比 AMD 还要更高，所以 3D Mark 跑分对于实际游戏表现在核显上参考价值不大。接下来是游戏实测。由于游戏画质会影响 CPU 和 GPU 的功耗，但 AMD 核显的 GPU 功耗又无法直接摘出来，所以这次我测试了高低2档画质的游戏表现。最低画质下 CPU 会有更多的负载，即使如此，两款 R7 也拥有对英特尔碾压级别的领先优势，整体领先幅度要高于跑分的差距，相当多的项目超过了100%的提升。7840HS 相比于 7735HS 领先大约 12%。在最高画质下 ，R7 的领先幅度进一步加大。7840HS 基本上就是2个 i5，领先7735HS 大概 13%。综合来看 ，R7-7840HS 大概有 GTX 1650 Max-Q 90%的性能，但是与 RTX 3050 6GB 相比，差距还是明显，大约为近 65% 的水平。此时此刻，我非常想把去年在我评论下面鼓吹 Phoenix 的核显性能大提升的言论都翻出来，但考虑到主播一直以来的高素质，就不便示了。看完了插电表现，我们接着看电池下的表现。使用的 CrossMark 是一个轻量化的测试工具，其结果和 Sysmark 高度相关，可以很好的测试响应表现。由于13代 Intel 自己调整了拔电策略，在默认设置下会进行限频以降低功耗，导致以往 Evo 认证吹的那些拔电性能的故事已经被自己推翻。可以说在拔电下，这4款 CPU 的性能没有本质区别。当然，这个限制不只在于日常应用，在游戏时也同样存在。不过游戏下的差异表现与插电时差不多，没有日常应用那种众生平等的感觉。接下来是能耗测试，先看一下 CPU R3 能耗。在新工艺、新架构的加持下 ，R7-7840HS 展示出了惊人的能耗比，在55瓦下相比于 7735HS 提升大约 23%， 也可以换句话说，用32瓦的功耗实现了上代55瓦相同的性能。要知道这样的提升还不是通过堆核实现的。 Intel 的 Core i7 Dual Core 2 Gen 2 Gen 2 X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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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 2
接下来是游戏的能耗，这里由于引入了30506GB，所以横坐标是 TPP， 也就是 CPU 加 GPU 的功耗。首先看一下低画质的表现，我这个场景比较极端，新老 R7 在高功耗区间的区别不大，随着功耗降低，差距逐渐显现。高画质下，由于 CPU 功耗降低，整个 package 功耗下降不少，所以在给到一定上限后，功耗就不再变化。总体而言，从3A 游戏的角度来说， CPU 对于散热的要求并不大，特别是高画质下，35瓦以后的差距都可以忽略。当然，对于掌机来说，会更在乎15到25瓦这个功耗区间。正好 AMD 也发布了给掌机用的 Z1 Extreme， 除了给了一个单独的 OPN 外，其他参数和 7840U 一点区别都没有。所以这里我也简单测了一下 7840U 的游戏能耗。基于现有驱动的测试结果，7840U 在15到25瓦区间内还是能够拉出30%以上的提升。所以未来对于搭载 Z1 Extreme 的掌机而言，25瓦的散热还是得做到。最后看一眼功耗，我挑了俩典型场景。首先是待机，可以看到13代酷睿和俩 AMD 在待机功耗上就有很大差距。不过 7840HS 的待机功耗反而是要比 7735HS 高的。这不是测错了，而是 SW101C 版本下的已知问题。后续 AMD 的 PI Code 更新主要也是针对续航方面的优化。B 站开弹幕看 DYS 录播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场景，这里功耗最低的依然是 7735HS， 两款 Intel CPU 的功耗依然偏高。最后是总结，这次总结起来其实还蛮简单的。7840HS 这款 CPU 最大的惊喜是补齐了上代6800H 在 CPU 性能方面的不足，在与 i5 相仿的价格段提供全面领先 i5 的产品力。不过核显想必会让许多期待 RDNA 3有惊人提升的用户失望。依我看，与其叫 RDNA 3，还不如叫 RDNA 2.5。但即便如此，因为遥遥领先竞争对手，所以对于在乎核显的用户而言，其实就是 7840HS 和 7735HS 怎么选。从我个人角度而言，如果 7735HS 能够和 7840HS 有明显的价差，比如 7735HS 卖到和 R5 7640HS 差不多价格，那 7735HS 是值得的。但如果想要一个溜背型战士，那 7840HS 拥有超越 i5 的单核性能，超越 i7 的多核性能，以及目前最顶级的核显性能，那自然是轻薄本现在最全能的处理器。好的，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如果有收获的话，还请点赞加关注，感谢您的支持。